在商业的丛林里，当你终于干掉所有对手，成为天下第一，等待你的可能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把直接抵住你喉咙的手枪。这一枪下去，微软一天暴跌蒸发800亿美元，谷歌被连开数枪，强行放血近100亿欧元。强如当年的世界首富洛克菲勒更是被直接大卸8块。哎，你应该猜到了，这把枪就叫反垄断。把企业做大做强明明是商业的终极目标，凭什么你赢了反而要被瞄准？今天就让小李带你穿越100年，看看美国是怎么烧起反垄断的第一把火，欧洲又为何把恐惧刻在了基因里，晚到了100年的中国又为什么在短短20年里长出了属于自己的肌肉？反垄断到底在反什么？来，想象一下，你的手里有一把矛和一面盾。这把矛代表更好的产品、更便宜的价格、更聪明的算法。你举着它神挡杀神，一路往前跑，成功把同行甩开了一大截。但紧接着，你放下了矛，举起盾，对所有人大喊：“通通后退，不许追了！”哎，觉得有点抽象的，请打个1；觉得有点 get 到的，请打个2。其实反垄断这个概念从诞生到现在100多年，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吵来吵去都是在讨论一家公司手里到底是举的矛还是盾。而吵到今天，大致归拢了3种情况，分别叫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听不懂没关系，我用大白话给你解释一下。第一个，请想象一下，顶流小李联合了野猫先生、小刘说、暴风影音等其他知名博主，说咱们别天天竞争互相杀价了，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吧。以后咱们统一减产，半年发一篇视频，全部搞收费，一律不带新人 UP 玩，然后我们就结为了一个卡特尔联盟。其实像欧派克限产，2006年欧盟的5家车厂通价被罚29欧元，都是这么回事儿。那第二个，因为小李的视频太好看了，观众跟被洗脑了一样，就乐意看他的视频，结果整个赛道就几乎只有他一个人了。于是他开始耍大牌，想看我的正片可以，但必须强制捆绑看我10分钟的广告带货，而且给我发评论、发弹幕，必须额外再交30%的买路钱，否则直接给你封号。你说他可不可恶？哎，其实谷歌当年强制安卓系统预安装谷歌搜索和谷歌浏览器，还有30%的苹果税，就是这么个事儿。再说第三个，随着小李日渐膨胀，耍大牌已经不够满足他了。他发现有个叫三里屯瓜子脸的新人博主，内容比他有意思，涨粉还快，他非常慌。于是他直接掏了1个亿，连人带频道把瓜子脸整个买了下来，而且买完直接雪藏，不让他再发新视频了。当年 Facebook 花重金买下 Ins 和 WhatsApp 干的就是这件事儿。扎克伯格在内部邮件里的原话就是：与其竞争，不如收购。这里插一句，并不是并购投行就等于违法，而是要看情况。像小李之前做并购项目的时候，2个大集团要合并，就需要先合计合计，是不是合并完你们全球的营业额就超了120亿，中国境内加起来有没有超过40亿，你们两边单独算有没有超过8亿。哎，如果满足任何一条，对不起，就需要报备。哎，这时候另一个独立的律师团队就要出场了，他们就是反垄断律师。如果确实涉及申报的话，那交易所有的交割环节都需要优先等着一纸批文，而且一等可能就是几个月。好，咱们继续回来说，你看刚才这个叫小李的博主简直作恶多端，真是该罚该狠狠的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咱们把时间往回推100多年，小李他不仅不会被罚，而且连整个国家可能都得看他的脸色。但那个时候真正垄断市场的大老板不叫小李，他们叫 JP Morgan、卡内基和洛克菲勒。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美国就像一块被几个大老板切分的大蛋糕，铁路归摩根，钢铁归卡内基，石油归洛克菲勒。当时有句名言，标准石油公司对州议会什么事都干了，除了没把他们拿去炼油。虽然早在1890年美国就出台了希尔曼法，但在巨头面前，这张法律就是一张废纸，总统不愿意用，法官不敢用，巨头们也同样以为自己可以永远举着垄断的盾牌。直到1901年9月，美国总统麦金莱遇刺身亡，一个脾气暴躁、年仅42岁的副总统临时接了班，他叫西奥多·罗斯福。他一上台，直接挑了全美国最硬的一块骨头 ，JP Morgan。他和另一位铁路大亨希尔联手，几乎垄断了美国西北部的铁路干线，运费涨多少，全凭他一句话。但摩根当时可是美国的无冕之王，连美国政府遇到破产危机都是靠他自掏腰包救的事。但罗斯福管你这个那个的，直接动用了成分10年的反垄断法，起诉了摩根的垄断帝国，而且不接受任何和谈，双方对簿公堂。摩根的公司在1904年3月14日，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下被强制解散了。也是这一战，老罗斯福被打上了托拉斯杀手的死神烙印。
而在接下来的任期里，他总共发起了44起反垄断诉讼，平均每2个月他就要弄死一个巨头，而这还只是前戏。他点燃的最大一把火，烧的是当时的绝对霸主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在1870年代，洛克菲勒为了干掉同行，联合3家铁路公司签了一份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为美国商业史上最邪恶的设计的这么一个协议，约定了3件事儿：第一，所有炼油厂走铁路运油全部涨价1倍；第二，洛克菲勒自己的运费打对折；第三，竞争对手每1桶油，铁路公司都要从对手的运费里抽出一部分，反过来给洛克菲勒。然后他拿着这份协议去找各个炼油厂，说：你们要么把厂便宜卖给我，要么就等死吧。3个月内，克利夫兰当地26家独立炼油厂里，22家被洛克菲勒吞下，而这件事历史上有个名字，叫克利夫兰大屠杀。1911年，罗斯福的火终于烧到了洛克菲勒头顶，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标准石油强制拆分成34家独立公司。但洛克菲勒自己丝毫不慌，判决那天还在悠哉悠哉地和神父打着高尔夫。他为啥不慌呢？因为公司虽然切成了34块，但最大的股东依然全是他。拆分后呢，这帮公司疯狂的竞争，股价接着暴涨，洛克菲勒的净资产直接翻了几倍，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听到这你可能觉得这个洛克菲勒都那么欺负别人了，但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啊，反垄断反了个寂寞。但这其实也是反垄断的利益之一，他并不是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也不是为了消灭有钱人。拆分之后，34家独立公司就此不许密谋定价了，也不能逼着铁路公司塞回扣了，他们必须重新举起真正属于自己的矛，去商战的泥潭里拼技术、拼效率。而这场重新洗牌的大火中，也长出了后来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彻底重塑了今天的全球石油版图。但也是因为反垄断这种微妙的利益，它从诞生到现在都充满了争议。比如1984年，美国把垄断了电话线近100年的 AT&T 大卸8块，效果立竿见影，话费暴跌，互联网爆发了。但这一刀也亲手抽走了贝尔实验室的输血管，这座发明了晶体管、激光、C 语言、斩获9项诺贝尔奖的人类创新圣殿，从此盛极而衰，再没回到巅峰。所以反垄断这把火到底该不该烧，连美国人自己都极其矛盾。这就导致了美国的每一个反垄断案件都在反复争论，你到底是在搞创新，还是在作恶搞垄断？扯头花可以扯好几年。最经典的就是微软，在2000年左右，微软长期垄断互联网产业，还强制捆绑 IE 浏览器，活活急死了对手网景。你说我 IE 好用也就算了。于是，美国司法部一审直接宣判，把微软强制劈成2半。之后呢，比尔盖茨靠着旷日持久的世纪大上诉，硬是在法庭上拉锯了好几年，最终是保住了微软的权势。不过也是因为这场拉锯战，打破了微软不可一世的垄断节奏，也给后来的谷歌、苹果，给下一代敢于向巨头拔剑的年轻人让出了宝贵的空间。所以美国人反垄断的底层逻辑是：你做了坏事，我才管你。而且他们会非常纠结犹豫，在法庭上吵好几年。但大西洋对岸的欧洲人对这件事从来没纠结过，甚至可以说他们把对巨头的恐惧刻在了自己的基因里，因为他们曾经因为一家公司差点毁掉了一整个文明。这几年你总听到欧洲因为反垄断罚这个罚那个，那到底是经历了啥让他们如此严苛呢？欧洲的故事要从2战结束说起。1945年，美苏英法4个战胜国进驻德国，他们惊恐地发现德国原来根本没有多少石油资源，那纳粹的钢铁洪流、满天的战机、海里的潜艇，凭什么能发动一场横扫欧洲的战争？原来是一家叫 IG Farben 的超级化工卡特尔，就像点石成金一样，用煤炭榨出了德国战士足足1半的燃料，而且还死死攥着德国100%的合成橡胶命脉。而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他们主动与纳粹政权进行的魔鬼交易。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这家公司甚至受到了独立审查，24名高管直接被作为战犯押上了被告席。于是4国盟军一起把法本大卸8块，变成了你今天依然熟悉的拜尔、巴斯夫、赫斯特、阿可发。这场惨痛的教训也开始推动欧洲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去思考如何通过立法来根除这种毒瘤。其中一位核心人物叫瓦尔特·欧肯，他亲眼看到像 Farben 这种巨型企业是怎么一步步把魏玛共和国吃干抹净，最后亲手把希特勒抬上了王座。所以他们不仅怕一家公司收割消费者，更怕一家公司大到能掀翻一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反垄断法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1957年的罗马条约，反垄断直接写进了欧盟的宪法。2003年，欧盟竞争法体系定型，任何在欧洲做生意的公司都得按照这套规矩跑。而起草这一切的关键法学家之一叫 Metzmacher， 你先记住这个名字，咱们马上就会在中国反垄断的故事里遇到他。但
但如果只靠半个世纪前的历史阴影，并不足以解释今天欧洲的疯狂，因为今天欧洲的问题早已不是巨头垄断，而是这片土壤已经培养不出下一个巨头了。关于欧洲是如何在新时代掉队的，欢迎收看小李这一期的欧洲经济。总之，现在尴尬的是，欧洲本土已经长不出遮天蔽日的科技大树了，但本地的老百姓又离不开移动互联网。于是，当外来的跨国科技平台顺理成章地用技术和算法接管了欧洲的数字生活，甚至有能力去决定整个大陆的数字商业命脉，欧洲监管层那套承受着几十年处于历史惯性的反垄断警报，被一种产业落后的焦虑感给深深按响了。而第一个被瞄准的就是硅谷的科技霸主谷歌。2017年，谷歌购物比价案罚了24.2亿欧元；2018年，安卓预装案罚了43.4亿欧元；2025年，广告技术案再罚29.5亿欧元。8年下来，谷歌一家公司在欧洲被罚了快100亿欧元。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2024年3月，欧盟掏出了一副比反垄断法更狠的法律，叫数字市场法 DMA。这部法律的主旨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在我这片大陆上，只要你是巨头，就得按我的规矩跑。他列了一个巨头清单，你只要在这个清单里，就必须遵守极其严格的红线，违反任何一条，对不起，直接开罚全球营收的10%。注意，不是欧洲营收，是全球营收。苹果一年全球营收4000亿美元，罚一次就是400亿。而且 DMA 是一部行政管制性的法律，欧盟监管机构直接判直接罚，你想上诉可以，但罚款先交了再说。苹果因为 App Store 不让跳转外部支付被罚了18亿欧元，Meta 因为强制广告追踪被正式立案。刻在战火里的基因叠加产业落后的恐惧，让欧洲人拉起了反垄断的天网。那么代价呢？2024年9月，一份长达400页的报告把整个欧洲砸得死气沉沉。作者是前欧洲央行行长、前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这位欧洲经济的定海神针，当着全世界的面扯下了那块遮羞布。欧洲的过度监管正在亲手扼杀我们的未来。他甩出了一个极其刺眼的数据：今天全球市值最大的50家科技巨头，曾经引领工业革命的整个欧洲大陆只有4家。因为当别人在拼命浇水施肥，让大树拔地而起的时候，欧洲人正拿着最严苛的放大镜，在自家院子里疯狂除草。你平时上网嫌烦的那个同意 cookie 弹窗，硬生生把欧洲企业的数据成本拉高了整整20%。更别提最新的 AI 法案，它就像一座大山，把无数怀揣梦想的欧洲初创团队直接活埋在了摇篮里。你看，欧洲人那种对巨头深入骨髓的恐惧，在工业时代确实救了他们，但在赢家通吃、规模就是一切的数字时代，这套玩法出大问题了。但你很难二元的去评价美国和欧洲的做法谁对谁错，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欧洲人宁可这片土地上永远长不出像苹果、谷歌那样遮天蔽日的大树，也绝不允许这片土地生出任何一片纯黑的阴影。讲到这里，进度条会告诉你，反垄断肯定不只是西方的故事，这把火终究还是烧到了中国，只不过晚了一些，大约整整100年。1994年，一位叫王小叶的中国学者在德国读完了法学博士，并把反垄断带回了中国。而咱们刚提到的 Master 正是王小叶的导师。9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在10几年，市场刚刚破土。客观来说，当时连幼苗都没长好。如果直接搬来欧洲那把严苛的大锤，确实太超前了。但难道这是立法的滞后吗？并不。其实早在1993年，面对刚开始野蛮生长的市场经济，中国就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就已经写下了类似反垄断的规定。那为啥不直接出台反垄断法呢？参与立法的学者也说得很清醒、很务实。中国的市场还在发育，还不到单独立法的时候，但有些事儿必须得管，我们就先把这些条款临时放在这里。更何况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长出像微软的那种巨兽。但到了2001年，情况变了。中国正式加入 WTO， 在入世协定中有一个很现实的条款：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15年不变。这意味着欧美国家可以合法的绕开中国的实际价格，用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标准来算反倾销税。想要真正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中国客观上必须补齐现代市场经济的最后一块拼图。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还发生着另一场迫在眉睫的产业危机。早在1994年前后，外资就开始大规模收购中国的民族品牌。到了2005到08年，外资的口味已经从消费品伸向了制造业和饮料业龙头。美国凯雷要收购许工机械85%的股权，法国 ICB 要控股小家电王者苏泊尔，可口可乐直接掏出24亿美元要吞下会员。对外要接轨国际，对内要保护产业根脉。在这双重动因之下，2008年8月1日，中国的反垄断法正式落地。半年后，商务部依据反垄断法第28条正式宣布禁止可口可乐并购会员案。
紧接着，中国的反垄断法也开始稳扎稳打的立规矩。2011年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实行宽带垄断展开调查。2013年对6家操纵价格的跨国羊奶粉企业罚款6.68亿。2015年对美国芯片巨头高通罚款60.88亿。2016年对瑞典包装巨头利乐罚款6.67亿。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也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爆发期。但很长一段时间，监管对他们出奇的安静。这可不是偏心，你用咱们的毛语段来想，就全明白了。这些年里，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手里举着的是极其锋利的创新之矛。他们做出了移动支付，把外卖送到了家门口，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活。对于这种举着矛狂奔的创新，中国监管层给出了4个字：包容、审慎。但到了2020年前后，增量时代结束，大家只能在存量里互相叫傻。极其残酷的商战本能开始让他们举起了冰冷的盾牌。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选1。平台对商家说，商战嘛，咱们得签独家协议，上了他那边，我这边可就不给你留位置了。但站在监管的角度，这可不是商战了，这面盾牌已经把整个赛道彻底堵死。至此，这把悬了10多年的枪终于对准了国内的互联网巨头。2020年的平安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突然宣布对阿里正式立案，4个月后处罚结果公布，182.28亿。紧接着，美团34.42亿，知网8760万。而真正改变中国互联网的不只是罚单，还有一份叫《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的文件，它给所有平台画下了极其清晰的红线：2选1不许干，大数据杀熟不许干。历史总是相似的，每次重拳砸下，就会有声音冒出来说：“你看，反垄断打死了中国互联网。”甚至曾经有经济学家就直言说，中国不该立反垄断法。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一记重锤从来都不是为了毁灭谁，而是为了让阳光重新照见那片郁郁葱葱的新森林。而且到了今天，中国的反垄断还多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帮中国企业出海挡刀。2024年，全球光伏龙头隆基去欧洲投标，欧盟直接掏出了一部刚出炉的外国补贴条例，用没完没了的审查和合规要求，活活把隆基的项目拖黄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了一部硬核的文件，叫《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大白话就是，我知道你们在外面被欧洲的规矩盯上了，我来给你们当军师，教你们别人家里的红线到底是怎么画的，咱们该怎么借力打力，合规反击。从对内立规矩到对外当军师，中国反垄断也从立法落地到长出了自己的肌肉。美国反垄断走完这条路用了136年，欧洲反垄断走完这条路用了69年，而中国用了18年。而就在全球的反垄断法好不容易摸索出了枪法的时候，历史的车轮轰隆隆地碾进了 AI 时代。反垄断专家们通过瞄准镜一看，全傻眼了。不折100年摸索出来的规矩突然集体失灵，因为这一次科技巨头们完成了一次连法律都看不懂的基因突变。咱们回过头看一下反垄断这100年打过的巨头，标准石油、AT&T、微软，本质上呢，他们都还做着同一件事，生产，看谁产得多，产得便宜。那反垄断机构要查，可以看市占率，看价格，看有没有挤压同行。但到了 AI 时代，这把枪的瞄准镜就开始起雾了。我想用3个真实的案例让你看看这件事让全球的监管者多头疼。第一个是英伟达。英伟达的数据中心 GPU 份额已经接近了90%。2024年8月，美国司法部正式立案调查，调查的具体问题是英伟达有没有逼客户签独家协议，有没有给买竞品的客户加价。而到今天为止，连美国司法部自己都还没下结论。英伟达的官方回应非常硬气，我们靠产品赢，我们让客户有选择。但咱们看看英伟达最大的几个客户，微软、谷歌、Meta、OpenAI， 这帮疯狂排队买芯片的大哥，每一个都在背地里砸重金自研 AI 芯片，随时准备一枪干掉黄仁勋。曾经的对手是大鱼吃小鱼，现在是互掐脖子。请问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法律该怎么看？你又怎么看？第二个是微软和 OpenAI。微软已经给 OpenAI 累计砸了接近130亿美元，按照常识，这俩绝对是一家人，对吧？但你猜怎么着？那时候的微软拿的不是股权，而是未来的利润分成加上独家云算力绑定。这是一种全新的商业关系，也直接引来了全球3大反垄断机构的集体开火。美国 FTC 启动法定调查，英国 CMA 立案，欧盟竞争委员会也同时立案。但查完之后呢，结果非常耐人寻味。英国 CMA 查了整整15个月，最后发布了一份官方决定书，无奈地宣布不构成相关合并情形，法律管不着。理由是微软对 OpenAI 享有高度的实质影响，但这不等于控制。而美国 FTC 查了1年，出了一份50多页的正式报告，报告里也没敢说它能违法，用的词儿全是这些合作可能潜在的损害公平竞争，需要持续观察。翻成大白话就是我们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但是我又说不出来。而且更黑色幽默的是，去年10月，微软终于正式拿到了 OpenAI 27%的股权，一跃成为第1大股东。
但那时候 CMA 早就结案了，法律永远比商业慢了一步。第3个案例也是咱们才聊过的 HBM 芯片，全世界只有3家公司能造 HBM， 韩国 SK 海力士、韩国三星、美国美光。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典型的寡头垄断吗？反垄断该出手了吧？但这3家公司没有一家被调查过，因为他们没有联合定价，没有强制打手。但问题是 HBM 市场出现了一个让专家头皮发麻的现象， HBM 正在从标准品变成定制品。英伟达几乎抱怨了 SK 海力士的 HBM 产能，微软、Meta、谷歌让三星专门为他们定制芯片， AMD 则让海力士为自己专门定制芯片。行业分析师统计，目前呢已经有7到8家 AI 巨头跟这3家 HBM 厂商搞独家定制协议。而最新一代的 HBM4 未来1整年的产能已经全部被这些巨头提前预定光了。你想，在这种结构下，一家新成立的 AI 创业公司想买 HBM 自己做芯片，它能买到吗？买不到，而且也不是因为故意不卖，也不是因为有人违法联合定价，而这就是 AI 时代反垄断面对的全新难题。每一份协议单拿出来看都绝对合法，但所有协议加在一起，这个市场对新人就彻底关上了门。英伟达、OpenAI、SK 海力士，他们确实实打实的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但也确实在塑造一些耐人寻味的新联盟。在这个 AI 野蛮生长的时代，砍掉这面盾，可能就砍掉了人类的未来；伐掉这片毛，可能就等于伐掉了科技的创新。反垄断的枪法不仅失去了准头，甚至已经超出了射程。所以也许在我们急着为 AI 时代寻找新武器之前，我们需要把目光从复杂的 AI 算法上移开，去这把枪最初开火的地方，重新找回它真正的灵魂。回望过去的100年，这把叫反垄断的枪跟人类历史上最聪明、最成功、最有钱的一批人相爱相杀了1个世纪。商业的尽头是什么？是大公司永远会本能的追求垄断，因为放下长矛，举起巨盾，躺着收租，是所有资本最无法抗拒的终极诱惑。那反垄断到底在反什么？它从来不是仇富，也不是要跟最成功的人过不去，它的底色是法律对弱肉强食的商业丛林保留的一丝最后的温情。不管巨头的形态怎么变，从石油帝国到 AI 天网，反垄断的终极目的都是要在那棵遮天蔽日的食人树把所有的阳光吸干之前，强行夺走它的盾牌，在冰冷的铁幕上暴力的撕开一条口子，然后让阳光能穿透这层垄断的阴影，照在那些刚刚破土而出正准备举起长矛狂奔的下一个年轻人身上。大家好，我是小李，这是我筹备许久的全新系列法商笔记。我想用我法律的学术背景、商业的工作经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带你去挖掘那些大新闻背后不被人轻易察觉的暗线。接下来，估值到底怎么估？并购到底在并什么？已经在制作的路上，你期待吗？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给我点赞、评论、收藏，请给小李一些鼓励吧。我们下期见，拜拜。